还原案发现场，揭开案件真相。大案纪实录。李大新和王秀琴是北京市密云县的一对退休夫妇，他们的一双儿女都已经成年，按说两位老人应该可以安享晚年了。可是女儿李小蕊的悲剧命运让老两口时时牵挂着。1998年，李小蕊高中毕业之后一直没有找到稳定工作。2004年结婚才1年多，先是怀孕早产，后来又遭到丈夫的抛弃，黯然离婚。孤苦伶仃的李小蕊经常打电话给父母诉苦，可是李大新夫妇却是爱莫能助。这时候他们想到了自己家庭条件较好的儿子和媳妇。儿子李子健当时是34岁，在一家银行工作，儿媳妇方丽君2年前下岗后在一家大型电器卖场跑销售，虽然辛苦，但收入还是非常丰厚的。他们的儿子李小鹏刚刚6岁，已经上小学了。这样富裕和美的家庭生活，不知要比女儿李小蕊强多少倍。李大新夫妇常常叹息，老天爷对这对亲兄妹怎么这么不公平？他们希望儿子看在亲情的份上，能够拉妹妹一把。王秀琴和儿媳妇方丽君的关系这些年相处的还是不错的。孙子李小鹏由王秀琴带大，方丽君每天在外奔波劳累，完全顾不上孩子。婆婆里里外外操持家务，把孩子也养得白白胖胖的。如今李小鹏上小学了，公婆每天负责接送孩子，为方丽君减轻了不少的负担。说起这个李子健呐，他是一个十足的孝子，对母亲的话那是言听计从，对妹妹也是心怀怜惜。这些年在母亲的授意之下，他前前后后也接济了妹妹近6万块钱。方丽君虽然有些不快，但想着婆婆这些年的辛苦付出，她也理解了丈夫的举动。毕竟一大家子人和睦相处才是最重要的呀。然而哥哥的接济并没有唤起妹妹自立的意识。方丽君是个很要强的女人，干起活来特别能够吃苦。时间一长，她对小姑子就有些不满了。在她看来，世界上比李小蕊凄苦的人多了，李小蕊没必要整天依附于父母，可怜巴巴的到处找人救济呀。方丽君曾经把这个想法和丈夫交流过几次，让丈夫劝劝李小蕊。但是李子健总是说，李小蕊从小被爸妈宠爱过头了，他是听不进这些肺腑之言的。再说了，妹妹现在正在备时孕，我们不呵护她，谁来呵护她呀？2005年年初，一直无所事事的李小蕊听从朋友的游说，想在北京大兴区开一家小饭馆，启动资金需要5万块钱。王秀琴听说女儿终于想干点正事了，非常高兴，决定拿出多年的积蓄来帮助女儿创业。李小蕊在办理相关手续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她说，如果持下岗证创业的话，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李小蕊想起方丽君有下岗证，便盘算着借嫂子的证件来登记注册。王秀琴听说之后，便答应替他找儿媳妇办成这件事儿。晚上，老两口一起来到儿子家，向儿子和儿媳妇说了想法。方丽君一听就觉得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他在生意场上锻炼了很多年了，非常清楚开饭馆是非常辛苦、非常疲劳的。
而李小蕊压根儿就不是这种人，弄不好二老的钱就会打水漂，这可是他们一辈子攒下来的血汗钱呢，他怎么能够坐视不管呢？方丽君在心里思量了一下，微笑着亮出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觉得这件事啊，得好好商量商量。开饭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一不留神就赔本了。依我看，小蕊还是先找一份工作干着，积累经验，以后再开也不迟啊。如果他找到了合适的事儿做，我和子健都愿意帮他，就不会让您二老再费心了。方丽君的话说的是滴水不漏，婆婆王秀琴听了也觉得是在情在理，便答应回去做女儿的工作。哪知道李小蕊压根儿听不进母亲的劝，她哭着说：我都辛苦了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想振作起来干一番事业，你们就这样挤兑我呀？难道你们眼看着我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吗？女儿的泪水触动了王秀琴的心伤，母女俩相拥着哭了一大场。最后王秀琴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支持女儿闯出一片天地来。第二天，王秀琴又上门找儿媳妇说：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帮小蕊这回，如果做父母的都不相信女儿，谁还会给女儿机会呢？方丽君见婆婆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也不好推辞，便拿出了下岗证。2003年4月，李小蕊的小饭店开张了。开业当天，李家一大家子全去喝酒祝贺。席间，方丽君到厨房看了看，出来之后就直摇头。他好心告诉李小蕊，饭店的生存之本是干净卫生，而李小蕊饭店的操作间是杂乱不堪，几个洗菜的小工居然涂脂抹粉，披头散发。可是这李小蕊的心眼很小，她马上就回敬嫂子：开饭店最重要的是赚钱，只要客人吃着不拉肚子就行了。再说你是老板还我是老板呢，我的员工我自己管，才开张第一天你就给我泼凉水，什么意思？见到李小蕊这种态度，方丽君马上保持了沉默。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遇上天底下最不通情理的小姑子呢？她决定今后不再管小姑子的事儿了。正如方丽君所料，李小蕊的饭店开业不到半年，不光赔掉了本钱，还欠下了2万元的货款。李小蕊怕父母伤心，更怕嫂子笑话，便偷偷关掉了饭店，然后躲在朋友家里躲债。几位供货商追债无门，一纸诉状把他告到了大兴区人民法院。因为当初李小蕊办理相关经营手续的时候是拿着方丽君的下岗证注册的，所以饭店的法人代表实际上就是方丽君。法院给方丽君下了几次债务执行书之后没有回应，便派人上门执行还款工作。那天，几名法院的工作人员直接找到了方丽君上班的电器卖场，当着众同事的面宣读了判决。当时这方丽君正在和一家手机品牌商商讨代理的事儿呢，品牌商一听，马上借机会走了。这方丽君呐，不但在同事面前是颜面尽失，而且还平白无故失去了一笔生意。他是又气又恼，拿了判决书立刻就冲回了家中。李子健下班刚回来，方丽君禁不住就和他大吵了一仗。李子健知道自己理亏呀，便连连认错。方丽君还是觉得不解气，他拿起电话又把李小蕊数落了一顿，说欠债的事儿他是不会负责的，让李小蕊赶快找爸妈求援去。晚上10点多钟，李大新夫妇怒气冲冲敲开了
儿子家的家门。王秀琴径直走到方丽君面前，扯起了嗓子：“小蕊那也不是存心想害你呀，他这次说的多惨呐，连想死的劲都有了，你就不能同情同情他？你的心肠怎就这么硬呢？”这是婆婆第一次冲着方丽君说狠话。方丽君觉得特别委屈，马上还击了一句：“我才是受害者呢，你们什么意思？难道他欠的钱还要我们还吗？”王秀琴接过话茬：“李小蕊不是我们家的人吗？就知道照顾你这个小家，不顾别人的死活。”方丽君一听这话，立刻嚷了起来：“好歹我也是你们家的儿媳妇，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把我当成自家人了吗？你们真是太偏心眼了！”说完话，他扭头进了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李子健眼见妻子对父母的态度是非常伤心，但想到父母为妹妹付出的更多，于是他决定拿出2万块钱替妹妹还债。这方丽君知道之后当然非常生气，李子健无可奈何地向他保证，这钱是借给妹妹的，这样的事儿不会再出现第二次。这次风波彻底改变了方丽君的婆媳关系。方丽君想不通啊，婆婆在对待子女问题上怎么是非不分呢？李家二老好不容易帮女儿勉强收拾了残局，哪知李小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2004年的夏天，他向父母提出想开一家规模更大的饭店。他口口声声保证，经历了一次失败之后，他第2次创业一定能够成功。这时候，李小蕊已经把二老的养老钱都亏得差不多了，他们哪有实力继续支持女儿啊？李小蕊觉得很委屈，在家里是又哭又闹好几天。看着女儿要死要活的样子，爱女心切的老两口决定孤注一掷，卖掉自己最后的资产。什么？那就是他们正在居住的2室1厅的房子，来帮助女儿。当然，这一切还得瞒着儿子和儿媳进行，因为这个房产有儿子的一份。2004年11月底，王秀琴拿到了卖房款，李小蕊兴冲冲的过来拿了20万块钱，就去联系开饭店的事儿了。2位老人在外面租了2间小房，彻底告别了生活了10几年的家。考虑到儿子这边很快就会发现卖房的事儿，李大新决定召开家庭会议，借机堵住儿子和儿媳的嘴。那天，李大新谎称为了筹措女儿第2次创业的基金，已经把住房抵押给银行，希望儿子一家能够体谅他们的做法。听说李小蕊这次搭上父母的老本，又去开饭店，方丽君是火冒三丈。王秀琴赌气地说：“你就不愿意看着小蕊过好日子是不是？我和你爸决定陪他去大兴，帮助他一起把饭店开起来。小鹏我也帮着拉扯大了，如今该你这个当妈的接手管管了。”方丽君一听，婆婆居然为了不争气的女儿，连心爱的孙子都不想管了，这样的老人她简直是不可理喻。公婆走后，方丽君把委屈和不满都发泄到丈夫的身上，他们激烈的争吵起来，叫嚷声惊醒了还在熟睡的儿子。懵懵懂懂中，小鹏哭着说：“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我被你们吵得都烦死了。”王丽君这才沉默下来。第2天，方丽君为接送小孩的事，想在电话里和婆婆商量商量，主动缓和一下婆媳关系。没想到
婆家接电话的是个陌生人。方丽君这才知道，二老居然背着他把房子卖掉了。什么抵押贷款，那完全是骗人的伎俩。方丽君去找公婆理论，让公婆把事情说清楚。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婆媳俩彻底撕破了脸。李子健夹在两个女人中间，边拉边劝，言语稍有不慎偏向哪一方，就会遭到另一方的指责。方丽君思维敏捷，句句在理，字字带刺儿。年事已高的王秀琴哪是他的对手，一时怒火攻心，瘫倒在沙发上。李子健忙打了出租车，把母亲送到医院。晚上安顿好母亲，李子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看着满脸泪痕的妻子，李子健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方丽君压根儿对婆婆的病情毫不关心，这让李子健更加的寒心。他忍不住训了妻子几句。激烈的争执当中，李子健顺手猛推了方丽君几把，他趔趄着摔倒在地上，右膝盖一片青紫。受伤的方丽君当晚就回到了娘家。10几天后，直到李子健向他道歉认错，他才回到家中。然而感情是经不起这样折腾的，方丽君和李子健之间的感情逐渐的冷淡下来。李小蕊第二家饭店已经开张，李家父母搬到大兴和女儿同住，彻底把宝贝孙子甩给了方丽君。李小鹏每天除了一日3餐，还得需要有人来来回回接送2趟。方丽君工作上是殚精竭虑，生活又是负累重重，所以常常为一点小事和李子健大吵大闹。话说这老两口啊，在大兴的日子也不好过。李小蕊那是能力有限，根本没能力支撑饭店的运作。看着门可罗雀的饭店，趁着卖房子那点老底儿还没有被消耗尽，李大新终于下定决心关张停业。2005年7月初，李家父母和李小蕊一起回到了密云县城，在李子健家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住了下来。王秀琴回来之后，想见见孙子李小鹏，就给方丽君打电话。方丽君没好气儿地说：“你不是到大兴享福去了吗？我们小鹏现在挺好的，你有时间还是多陪陪你女儿吧。”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王秀琴是气得直哆嗦。李大新见状赶紧安慰他：“他就是一时想不开，觉得我们不管孙子了，所以才会这样。他不让见，你还可以打个电话嘛。”这话提醒了王秀琴，他马上拨通了儿子家的电话。独自在家的李小鹏接到奶奶打来的电话，当然非常高兴。祖孙2个倾诉了思念之情，还约好下一次一起去爬山。方丽君下班回家之后，小鹏喜滋滋的把和奶奶通话的事告诉了妈妈。方丽君一听，心里顿时来了气，他一把抓过孩子，骂道：“谁让你接的电话？以后不许你跟你爷爷奶奶打电话，也不能见面，听见了吗？”小鹏哇哇的哭了起来，含着泪水点了点头。可是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见爷爷奶奶呢？他们对自己是那么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李小蕊呀，老实了一段时间，又听说在北京干个体出租挺挣钱的，不由得动了心。李家老人也觉得这个活风险小，也适合李小蕊的情况，便用卖房剩下的钱
找人向出租公司交了5万元的份儿钱，开上了一辆全新的现代出租车。2005年7月27日，李小鹏正在过暑假，然而这一天却成为他今生噩梦的开始。晚上6点多钟，爸爸李子健从银行下班回家之后，正在厨房做饭。在电器商店做销售员的妈妈方丽君还没有下班。李子健买了面条，打算做西红柿打卤面。面条还没下锅，奶奶王秀琴就突然闯来了。小鹏高兴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跑出来，大声叫着奶奶。当他往奶奶怀里跑去的时候，以往都是张开双臂抱住他亲个不够的奶奶，今天却是一反常态。只见奶奶阴着脸，气呼呼的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小鹏不明白，因为什么奶奶会这么生气。这时候，爸爸也阴着脸从厨房里走出来，大声呵斥着，将小鹏赶回了自己的房间。小鹏在自己的房间里隐约听见奶奶王秀琴气呼呼地说着：“我今天来就是要好好跟你们两口子说说小鹏的事儿，他凭什么不让我们看孩子？”奶奶正说着，不一会儿，爷爷李大新也来了。小鹏从门缝里偷偷地看见，爷爷也一言不发地跟随着奶奶坐下。小鹏听见爸爸说：“你们快走吧，一会儿他妈回来，你们又得吵起来了。”接着，小鹏又听到爸爸哀求的声音：“你们赶快走吧，不然今天非出事儿不可。”可是，任凭爸爸怎么劝说，爷爷奶奶依然没动。小鹏听得烦了，因为小鹏知道，最近以来，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不知道为什么总在吵架。他当然管不了大人的事情，只好撅着小嘴儿趴在自己房间的窗台上，无聊的东望望西望望。突然，他在傍晚的灯影里看见妈妈提着一袋东西回家了。夜幕当中，妈妈走得迟疑而缓慢，仿佛心事重重。小鹏心想，妈妈回来，这家可热闹了，全家又要吵架了。小鹏摇了摇头，他真是不懂大人的世界呀。果然，不出小鹏所料，妈妈回来之后，一见爷爷奶奶就气儿不打一处来。妈妈扔下手中刚买的一袋子西红柿，就朝着奶奶没好气儿地说：“你不是卖了房子拿着钱到大兴跟你女儿享福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还回来干啥呀？”小鹏只听奶奶说：“我们回来就是想看看孩子，孩子是我们养大的，凭什么不让我们看孩子？”你们还好意思说孩子？你们老两口跟着女儿到大兴开大饭店去了，扔下孩子不管了。现在好了吧，饭店黄了，女儿赔了钱，你们就把房款给你们女儿。你们老两口就是偏心。现在倒想起来回来看孩子了，孩子是我的，我就是不让你们看。小鹏妈妈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你这个混账娘们儿！凭什么我想孩子的时候给孩子打个电话，你就把孩子往死里打？孩子怎么你了？”奶奶的声音也高了8度：“我打我自己孩子关你屁事儿！你们两个老不死的，赶紧给我滚！李大新、王秀琴，我操你祖宗！”小鹏只听见妈妈最后声嘶力竭地喊着，这是小鹏听到妈妈最后的声音。接着，小鹏的耳朵里充满了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4个人的骂声，接着是衣服被撕裂的声音。李小鹏赶紧跑了出来，
只见妈妈已经和奶奶扭打在一块儿。妈妈抓了奶奶的脸，奶奶冲爸爸说：“你是要媳妇儿还是要你妈？”于是爸爸就过来打妈妈。当爸爸扭头看到门缝里的小鹏时，大声呵斥着小鹏：“你给我滚回自己屋子里去！”李小鹏扭头进了屋，他的心乱极了。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独自待在屋里的小鹏，接着听见一个人脚步声离开了他们吵架的地方。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又咚咚的回到了吵架的地方。然后小鹏又听见了客厅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咚的一声，接着又传来咣当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掉地的声音，接着又是扑通的声音，像是人倒地的声音。这些声音传来之后，小鹏就再也没有听见妈妈的声音。紧张的李小鹏此时再也不敢出去，他竖起耳朵贴在门缝处听着外面的动静。只听见奶奶在客厅里说着：“都怪你，你要不出来能出这事儿吗？”爸爸也说：“你们要是不来，能出这事儿吗？”爷爷奶奶互相都埋怨着。接着爸爸又说：“行了行了，都别说了。”这时李小鹏壮着胆子想出去瞅瞅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悄悄的把门开了一个小缝，他看到了令他心惊肉跳的一幕。只见母亲倒在地上，头发散乱着，嘴里还在大口大口的喘着气，仿佛在嘟囔着什么。妈妈的头部下面淌了很多鲜红的血。李小鹏看见奶奶坐在地上哭着说：“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快打110，快打120！”这时候爷爷快速跑到电话那边，哆哆嗦嗦拿起电话就要打。只见爸爸一个箭步跑了过去，一把按住了爷爷正在拨打电话的手，说：“别打，让我想想。”此时爸爸通红的眼睛突然看到站在门口的小鹏，接着从爸爸嘴里蹦出一个沉闷的喊声：“滚回去！”小鹏只好乖乖的退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会倒在地上，也不明白妈妈头下面为什么那么多的血，而且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无神的眼睛望着自己，那眼睛是空空的。自从小鹏记事儿起，从来没有看到过妈妈的眼神这么空空荡荡。小鹏蜷缩在自己房间的门后，他的脑子一片空白，只听见妈妈的在一声长一声短的敲打着自己的耳膜。客厅里一片可怕的寂静。在长长的可怕寂静当中，只听见爸爸说：“不能打电话，一打咱们全家都完了。小鹏还那么小，才不到8岁，咱们出了事儿，小鹏怎么办呢？”是啊，孩子怎么办呢？奶奶像念经一样来回嘟囔着。在奶奶的嘟囔声中，小鹏还依稀听见妈妈那一声长一声短的喘气儿的声音。接着爸爸站起来对爷爷说：“他还喘气儿呢，你把他弄没气儿算了。”但是爸爸的话没人接茬。接着小鹏听见爸爸的脚步声走向卫生间，然后他听到一个塑料盆放在地上的声音，接着就再也没有声音了。仿佛等待了很久，小鹏只听见自己心脏咚咚跳动的声音。突然之间，他听见噗的一声，然后
是水落在塑料盆里的滴答声。小鹏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刚要推门去看看妈妈怎么样了，奶奶就立即推门进来了，然后紧紧地用后背顶住门，拉着他坐到床上。奶奶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用手紧紧攥住自己的小手，把他的小手攥得生疼，攥得满手都是冷汗。小鹏只见奶奶脸上也全是汗，好像受到了惊吓的样子，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在屋里和奶奶待着的时候，小鹏心里一阵打鼓，他不敢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好像是砍树一样的声音。李小鹏再也沉不住气了，便趁奶奶不注意，他悄悄地打开门走了出去。他刚走到钢琴旁边，往饭厅望去，只见妈妈侧着倒在地上，头上在流着血，爸爸背对着他站着，正喘着粗气。李子健一回头发现了小鹏，没好气冲他吼着：“你他妈给我滚回去！”接着奶奶王秀琴也赶紧出来，把小鹏拉了回去。李小鹏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些只是在电视剧里看见过的情景，怎么会发生在自己的家里呢？小鹏缩在床角，紧紧抱住自己，想哭又不敢哭，只好憋着。过了一会儿，小鹏听到厨房里再次传来砍树一样的声音。小鹏问奶奶说：“爷爷和爸爸在外面干什么呢？”但是奶奶只是紧紧攥住他的手，一言不发地待在那儿。在小鹏几乎空白的记忆里，这种声音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在这种沉闷的声音当中迷迷糊糊地睡去。从此，这种恐怖的声音就一直在小鹏的脑海里回响着，尤其在寂静的深夜，一声一声地敲打着他幼小的心脏和脆弱的耳骨。李小鹏在半梦半醒迷糊中，不知道到了深夜几点。当他再也听不到砍树的声音时，爷爷进来叫小鹏跟着他到爷爷奶奶家去睡觉，小鹏就迷迷瞪瞪地走出了房门。当小鹏走到客厅时，他吃惊地发现客厅的地上湿漉漉的，地上还放着几个系着口的大黑色垃圾袋，却看不到里面的东西。他纳闷地问李子健：“爸爸，这是什么？”李子健回答说：“那是垃圾。”小鹏奇怪地问：“咱们家哪来这么多的垃圾？”李子健没有回答他。李小鹏跟着爷爷奶奶回到了爷爷家。看到家时，小鹏看见爸爸已经骑着摩托车，带着3个垃圾袋，先到了爷爷家的门口，垃圾袋就放在了门的旁边。小鹏在爷爷家的门口看到了慌里慌张来的姑姑，他只看见姑姑跟爸爸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进门之后，又累又困的小鹏很快睡着了。那天夜里，小鹏的梦里一直伴随着沉闷的砍树的声音。第二天，李子健带着李小鹏回了一趟家。此时小鹏发现自己家和爷爷家那些垃圾袋全都不见了，房间里有着一股浓烈的84消毒液的味道。接着李子健问小鹏：“你昨天晚上看到什么了？”小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茫然地说：“我看到妈妈躺在地上，我还听见了砍树的声音。”李子健立刻黑下脸来，一字一顿地说：“
千万不要对别人说那天爷爷奶奶到咱们家来了，也不要说中途去了爷爷家。如果有人问起这件事儿，就说你妈妈当天把卧室的门关上没出来，第二天你起来就没看见你妈了。你如果不这么说，爸爸就该被警察抓走了，连你也抓走了。以后别人要是问起你妈，你就说你妈第二天早晨就离家出走了，知道吗？小鹏茫然地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看见儿子迟疑的样子，李子健恶狠狠地说：你要是说了出去，我就杀了你。李小鹏从小跟爸爸的关系最好，也最听爸爸的话。虽然他不知道妈妈到底怎么样了，或者去了哪里，但是他知道这件事事关重大，既然爸爸不让说出去，就绝对不能说。但他忘不了最后见到妈妈躺在血泊里的情景，也忘不了爸爸当时的凶狠。如果自己不听爸爸的话，后果真的很严重。7岁的小鹏只好把这个巨大的秘密埋藏在心里。可是一个7岁的孩子根本无法承受这样恐怖刺激的经历，也无法摆脱那沉闷的砍树的声音。每到深夜独自一人的时候，小鹏就觉得自己心里很难受，常常在夜里醒来。可是他又不敢跟任何人说，因为爸爸说过，只要说了，警察就会来把他和爸爸都抓走。从小小鹏就知道警察叔叔是抓坏人的，而自己和爸爸都不是坏人呢。原本活泼的小鹏从2005年7月27号那个深夜之后，就被爷爷奶奶严格的看管着。他再也没有见到妈妈的身影，再也没有听到妈妈的声音。但是妈妈躺在血泊里的样子，他还依稀的记得。妈妈长一声短一声的喘气儿，他还能够记得。那沉闷的砍树的声音还在深夜的睡梦当中经常的响起。幼小的小鹏感觉到这些情景和声音已经和妈妈一定有关，可是妈妈再也不见了，也不再回来看他了。从此之后，原本活泼调皮的小鹏开始有了一些异样。虽然他仍然像以前那样爱玩，但是别人发现这个孩子有点不对劲儿，却又说不出到底是哪块不对劲儿。他们只是发现小鹏再也不像原来那样肆无忌惮的疯玩了，每次说话都看着别人的眼神，说话的时候常常欲言又止，仿佛在一夜之间成熟了很多。李小鹏不知道的是，2005年7月28号晚上10点，李子健给岳母打了一个电话，说方丽君因为自己的父母卖房子把钱给了自己妹妹，生气后离家出走了，临走的时候还拿走了家里的6000块钱现金。李子健的岳父方新民和小舅子方建国马上就出门到方丽君可能去的地方四处找人，可是一直找到晚上11点也没有找到。晚上11点多，岳父和小舅子赶到李子健家，相约一起找人。两个人还没走进楼梯，李子健就拖着小鹏下楼了。莽撞的小舅子想上楼看看，但李子健堵住他们，没让两个人进去，带着孩子骑着摩托车走了。岳父当时并没有多想，只是叮嘱女婿骑摩托时小心别摔着。岳父他们几乎整夜的寻找，一无所获。凌晨4点，岳父和小舅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回了家。2005年7月29号一早，
方新民就赶到了女儿工作的电器商店。一名同事告诉方新民说，方丽君28号当天就没来上班，也没有请假，今天也没来。看来女儿确实已经失踪一天了。方新民马上给女婿打了电话，让他赶紧报警。2005年7月29号，李子健和方建国一同到当地派出所报案。李子健称自己妻子方丽君离家出走，警方立案后告诉他们说，只能按失踪人口来登记，并要求家人提供方丽君的近照，同时让他们自己家人先寻找方丽君的下落。当天，方建国和李子健一起回家寻找方丽君的照片，那是方家人在事发之后第一次进入这个房子。方建国闻到屋子里面有浓重的8四消毒液的气味，地也是刚刚擦过，但是他没有产生任何的怀疑。2005年8月，在方家要求下，李子健到北京晚报花了1000多块钱登了5期的寻人启事，但是依然没有任何关于方丽君的信息。在这个酷热的夏天，李家似乎也在焦虑地四处奔走着，仿佛也在忙着寻找方丽君的下落。自从女儿出事之后，外孙子成为方新民老两口思念爱女的寄托。他们一直想见见李小鹏，但是在整个暑假期间，李家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先是说带着孩子到秦皇岛、青岛等地寻找方丽君，后来又以马上开学要写作业为由，不让方家见孩子，所以他们一直没有机会单独和小鹏相处。孩子也是外公外婆的心头肉，无奈之下，方新民只好找到李子健所在的银行，直到在领导的干涉下，外公外婆才终于见到了李小鹏。一边是外公外婆，一边是自己的爸爸。小鹏不知道该不该说出他看到的事儿，可是爸爸告诉他的话又让他不敢多说。看着外公外婆一个劲儿地问那天晚上的事儿，小鹏只觉得头疼，胸闷难受。他不愿意回忆那天晚上的事儿，他不想记起妈妈躺在血泊里的样子，更害怕回忆起那砍树一样沉闷的声音。但是只有7岁多的李小鹏根本顶不住外公外婆的连续追问，他怕自己再待下去会说出什么，他干脆飞快地跑出了门，拦了一辆出租车找爸爸去了。等方新民追出门外的时候，只见绝尘而去的出租车和小鹏落下的一只凉鞋。死后的数月是方家人漫长的寻找，方新民和家人找遍了县城附近，还开车到北京市区、昌平等地寻找。在茫茫人海中毫无女儿的踪迹。在漫漫寻亲的过程当中，方新民和儿子甚至还分别去看过2个无名女尸，都没有结果。让方新民不能理解的是，女儿平时孝顺父母，即使跟婆家人和丈夫闹矛盾、负气出走，也不会这么长时间不跟父母联系。方家揣测，最坏的可能有2个，一是方丽君出走之后遇到歹徒惨遭不测，二是在和李子健的争吵当中不小心摔伤，脑袋磕到什么地方死亡了。尽管这是方家对女儿失踪最大胆、最过分的猜测，但是2年之后，他们才知道真相比这个猜测要残酷得多。更令方家人怀疑的是，方丽君失踪之后不久，李子健的一些反常的举动。李子健家的固定电话没人接了，
手机也打不通了，家里一直拉着窗帘，一问邻居才知道他已经不在家里住了，而是带着孩子搬到父母租住的房子里去了。方新民曾经试探着问李子健，是不是你们吵架的时候方丽君不小心摔死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不会不讲理，我和你一起到公安局去自首，我肯定帮你求情。但李子健拍着胸脯说，绝对没有，如果我骗你，我是王八蛋。两位老人都知道，从女婿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了，而且听说女婿要卖掉他们那套房子，还准备到北京市区买房子。李子健甚至还专门来借了5万元的购房款。李子健并不确定小鹏是不是真的看到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因为孩子几次刚刚冲出门来就被他呵斥回了房间，以及他不可能跟儿子说得很透彻，并以让警察抓小鹏和打死小鹏相威胁，希望儿子能保住这个天大的秘密。而李小鹏有时候也希望那天晚上看到的是梦，他恍惚觉得妈妈说不定还在某个地方，现在是跟他捉迷藏呢。有时候他会突然对着李子健冒出一句话，我妈到底去哪儿了？要不咱们去找找。听他这么一说，李子健就以找他妈的名义带他出去转转。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妈妈的下落。经过反反复复的折腾，小鹏觉得妈妈似乎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就大着胆子问李子健，我妈妈是不是已经死了？李子健心里一惊，他一直怀疑小鹏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情景，听他这么一说，更是提高了警惕。他恶狠狠地呵斥道，不许瞎说，你妈是离家出走了，我正在找她呢，不准出去对别人乱说，再说的话我打死你。李小鹏从此再也没有在李子健面前提起过妈妈。偶尔李子健带着小鹏到方家时，当小鹏和外婆单独在一起时，外婆经常问他，想你妈妈吗？想，人家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说着，小鹏就紧紧咬住下嘴唇，眼泪汪汪的，不再说一句话。在这之后，每当外公外婆问起自己的妈妈，小鹏就咬住嘴唇说不知道，直到把嘴唇咬得发紫。2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小鹏一直默默严守着这个秘密。他把这个秘密压得透不过气来，他很怕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更怕砰砰的砍树的声音。只要一听到像什么东西倒地的声音，或者沉闷的剁饺子馅的声音，他就会吓得抱成一团，在角落里面瑟瑟发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也常常在半夜里满头大汗的惊醒，然后一个人静静的抱着被子发呆。只要有外人到家里来，他就会把门开条缝，静静的躲在门后偷听着。从前，李小鹏很喜欢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可是现在他再也不唱这首歌了。这首歌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在小鹏心底某一个脆弱的角落里，轻轻抚摸着敏感的部位，像妈妈温暖的手拂过他的额头。每当看到别的孩子甜蜜地依偎在妈妈的怀抱时，小鹏就转过头去，假装没有看到，或者快步跑到一个角落里，像一头受伤的小兽。他只想放声大哭，却不敢在父亲面前流泪。他恨父亲，是他让自己失去了母爱，把自己推进万丈深渊。
然而，小朋友不得不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因为他知道他是爸爸的亲生儿子啊。和李子健在一起的日子里，李小鹏渐渐变得敏感而冷漠，有时候他会不太听李子健的话，发一点小脾气，甚至没有任何来由的朝着李子健咬牙切齿，嘴里却说不出一句话。而有时候又像一条小哈巴狗一样，万般讨好着父亲。没有人能够走进他的内心，也许他在失去母爱之后，想用保守秘密的方式留住仅存的父爱。因为他知道，一旦警察抓走了爸爸或自己，他就再也不会见到自己的爸爸了。在这2年里，和同龄人相比，小鹏多了一些和年龄不相称的成熟稳重。他的学习成绩却是一落千丈。小鹏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和父亲相处下去，直到自己长大成人。然而2年之后的事情却突然出现了转机，李小鹏连仅存的父爱也失去了。2007年3月30号，家里突然来了2个警察，带走了李子健，随后爷爷奶奶还有姑姑也被带走了。2007年4月1号，对寻找女儿近乎绝望的方新民突然从警方得知，李子健被警察抓起来了。4月4号，警察找到方新民夫妇，告诉他们李子健全家涉嫌杀害方丽君，被警方刑事拘留。随后，警察带着他们在学校里找到李小鹏。当李小鹏看到舅舅搀扶着外公外婆，带着2个警察向他走来时，顿时呆若木鸡的愣在了课堂上，两眼发直，满头大汗。当李小鹏坐下来，听到警察叔叔说你爸爸、爷爷奶奶、姑姑因为违法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一下子瘫软在凳子上，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好久之后，警察问他，你将来想让谁来照看你？李小鹏木然地说，我让我姥爷姥姥照看我，从今以后我只听我姥爷姥姥的话，不让他们费心，好好学习，学会照顾自己，做一个好的外孙、好学生。最后，当李小鹏颤抖着手在询问笔录上签下幼稚的名字，然后用他的小手按下鲜红的如同母亲的鲜血一样的指印时，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点点滴滴的落在了纸上，打湿了自己的名字和鲜红的指印。李小鹏至今仍然不知道是谁说出了爸爸这个天大的秘密。原来警方之所以能够破案，完全归功于李子健的妹妹李小蕊的一次吹牛。李小蕊离婚之后，和一个29岁的男子罗某谈朋友。哥哥杀妻不久，参与分尸的李小蕊酒后吐真言，和罗某说自己家里出事了，但他说杀死他嫂子的并非他哥哥，而是他自己。他还吹嘘自己杀人之后用了很高明的方式毁尸灭迹，因此警察始终都没能破案。然而李小蕊没有想到，罗某在2007年3月因犯了一点小罪，在北京市昌平区落网。在警方审讯时，为了争取立功表现，很快向警方举报了李小蕊杀人碎尸的事儿。随后警方根据这个线索抓到李小蕊全家。这个沉寂2年多的恶性案件最终得以真相大白。当李子健在警方面前还原了2005年7月27号晚上的案件真相时，
这起原本可以避免的惨案，令见多识广的预审员都感到不寒而栗，更为李子健愚昧的想法扼腕叹息。原来方力军被打倒在地之后，李子健将方力军后脑勺已经流出了鲜血，他怕左右邻居听到动静，于是他找了一把尖刀，在方力军脖子上扎了一刀。方力军就这样丧生在丈夫的刀下。为了掩盖罪行，李子健和父亲一起把方力军肢解之后装进几个黑色垃圾袋，之后他们把垃圾袋运到父母家，和妹妹李小蕊又进一步的碎尸，第二天扔到通往密云水库的路上。李子健叮嘱李小鹏保守秘密，也就是想保住全家。李子健没有想到，在争吵和杀人期间，李小鹏倾听和目睹了他们杀人的全过程。李子健想得很简单，以为碎尸之后就找不到完整的证据，就不会出事。他这样做也是为了给孩子留下仅存的父爱，希望孩子能够保守秘密，等将来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100年之后，他自己再去自首，独自承担法律后果。而且他事后多次恐吓威逼李小鹏保守这个秘密，因为他知道李小鹏从小怕警察。但心存侥幸的李子健没有想到，他妹妹吹牛把他给吹了出来。李子健一家落网之后，方新民把小鹏接回了家。5月的一天，小鹏和外公在家的时候，隔壁传来重物倒地的声音，小鹏吓得抱住头，浑身颤抖。方新民抱住他，问他怎么了。小鹏说，这很像那天晚上的声音。这一次，小鹏终于详细的将当晚的情形讲了出来。他甚至拿出一张白纸，在纸上画出家里的平面图，并指着图上说出当晚他所看到和听到的经过。当听完小鹏断断续续的讲述时，方新民没有想到小鹏怎么会记得住那么多令人发指的细节。看来这些情节不止一次在他脑海中重复过。亲耳所听，亲眼看见自己的亲生母亲被亲生父亲杀死并肢解，这种无与伦比的恐惧一定给孩子留下终生的伤害。随后，方新民将李小鹏画的案发平面图送到了刑警队。之后，密云警方经过抽取方新民的血液和抛尸地点找到的上百块零星骨头进行 DNA 对比，警方确认方力军已经死亡。随后，李子健和父亲、妹妹均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母亲涉嫌包庇罪被批准逮捕。2007年10月，方新民身患重病的老伴禁不住老年丧女的沉重打击，病发身亡。方新民承受着失去妻女的悲痛，孤身一人带着小鹏。他希望不管怎样也要驱除孩子心中的重重阴霾，把李小鹏抚养成人。李子健被捕之后，他和李小鹏之间的父子情也随之灰飞烟灭。小鹏经常向外公打听什么时候开庭，并执意要去参加庭审。他说，我爸一命抵一命，判决了，我得让我的外婆瞅瞅。而李子健刚刚被刑拘的时候，小鹏的奶奶和姑姑立刻赶到方新民家里求情。进门之后，扑通一声，双双给方新民跪下，希望看在小鹏的份上给李子健留条活路。但方新民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紧紧搂着小鹏，含泪摇了摇头。他们走后，小鹏将他们带来的零食狠狠地摔在地上，一边踩一边诅咒着，你们早来干什么？把我妈妈害死了，你们管过我吗？你们只会吓唬我。由于小鹏经常表现出异乎常人的古怪举动，
2007年寒假的时候，方新民带着李小鹏到北京市安定医院看心理医生。医生告诉方新民，一般少年儿童经过恶性突发事件之后，心理上会出现2个趋势，或者胆小恐惧，或者冷漠逆反。随后医生对李小鹏做了很多测试，经过分析，小鹏存在焦虑、紧张、易怒等各种心理障碍，情绪激发之后很难平息等心理疾病的特征。而方新民没有告诉心理医生的是，李小鹏实际遭受2次的心理创伤。他能够保守2年的秘密，说明他的行为已经出现异常。第一次心理伤害是李小鹏当晚的所见所闻，由于他并没有看到直接的血淋淋的杀人分尸的场面，相对而言，这种影响并非特别严重。而李子健长达2年的恐吓教育，对他影响是更大了，也就逐渐加重和强化了小鹏对那个黑色夜晚的痛苦的记忆。而仅有7岁的李小鹏能够控制住自己在亲人面前的表现，说明他的意识已经受到来自父亲的严重的伤害。他的本能反应上缺少感情的流露，与父亲共处的2年时间对李小鹏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直到现在，李小鹏的学习成绩还在直线下降着，因为整个寒假一直沉浸在失去母亲和姥姥，又失去爸爸、爷爷、奶奶的悲痛当中。李小鹏根本没有写作业。开学第1天，他背着书包离家之后，并没有去学校，而是在冰天雪地里独自晃荡了1天，到了傍晚才回家。看着小脸冻得发红的外孙，方新民心如刀绞，但他不敢责备李小鹏，毕竟一个孩子经历这么一件恐怖的事情，心理上受到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2008年3月5号，北京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李子健全家杀人碎尸案。在法庭上，李子健对自己杀妻并碎尸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的父母和妹妹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做了如实的供述。在最后陈述的时候，李子健说：“我很后悔，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致使我的犯罪行为一错再错。我对不起我妻子和她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孩子。我知道孩子这2年在我的威逼下过的是噩梦般的生活，他的童年被我彻底给毁了，我对不起他。”父母的感情倾向弱势子女原本无可厚非，然而那种无原则的不分是非的倾斜，往往会带来人们难以预料的恶果。李大新和王秀琴夫妇就是发人深省的一例。女儿李小蕊遇到家庭破裂、失业无助的困境，妈妈王秀琴百般怜爱，不顾儿子和媳妇的情感，将自己全部家财去给女儿创业。殊不知女儿不是做生意的料，最后连累了儿子媳妇，引来媳妇的不满。如果他们此时能够清醒过来，将一碗水端平，也许会相安无事。然而他们变本加厉，卖掉自己的房子，全部投给了不争气的女儿，导致亲情反目。父母的情感盲目偏向某一个孩子是不可取的。社会的发展对家庭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追求公正平等已成为家庭成员的价值取向。真正有见地和素质的父母，应该是一架不偏不倚的感情天平，让子女感受到一种平等的亲情。即使有弱势子女从情感上需要特别照顾，也应当是非分明，入情入理，取得其余子女的支持。无原则的均富济贫，姑息迁就的放纵那些放荡不羁的弱势子女，
定会使其得寸进尺，肆无忌惮。平衡一旦打破，家庭悲剧就很难避免。